七界天河，七界圣府一座大殿内，灵氏之主正在与诸位长老商讨。太古沙海神族与赵氏仙族的出现，让他们意识到远古种族的力量仍不在他们掌握范围之内，尤其那神族力量之诡异，他们也需认真商讨，以作应对。忽然，殿门外传来长老声音：“诸位大人，观察长老发现神体天河的平渊上界有异动。”闻言，灵氏之主便立刻率领众位长老再度来到观察大阵。而这一看，纵使他们也是目光变化，他们能够看到那巨大的平渊上界竟被一团金光覆盖。金光的出现使得平渊上界看上去更庞大，也更加引人注目。而那金光更像是自地表之内释放而出，金光非同小可，纵使他们的观察大阵也是受到影响，竟无法观察到平渊上界内的情况。催动位于平渊上界的听音阵，灵氏之主说道：“七界圣府野心勃勃，哪怕七界天河之外，也有很多他们认为重要的地方，布下了听音大阵。那听音大阵能够听到部分区域的声音。大人，平渊上界的所有听音阵都被毁坏了。”观察长老说道：“那便催动我七界圣府的听音阵，锁定平渊上界。”灵氏之主下令之后，一道无形的结界之力自七界圣府射出，速度之快，竟很快便达到了平渊上界。随之，平渊上界世人的哀嚎之声也出现在观察大阵之内，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。不妙啊，是有邪恶势力出事吗？一位长老问道。而另外一位长老则立刻开口：“那金光怎么与神族之人的金光如此相似？”此言一出，七界圣府的一众长老也都认真观察那金光，发现相似度竟真是非常之高。狗屁神族，分明是魔族！有长老怒骂：“如此动静，这神族是要彻底出事了吗？”而灵氏之主则是若有所思。与此同时，浩瀚修武界的某地有着一片极其隐秘，世人难以观测，更难以踏入的浩瀚空间。这浩瀚空间内就如同是另外一片星空，面积自是不如浩瀚修武界，可却也是浩瀚无比。星空内一望无际，也漂浮着多个世界，只是那些世界皆是没有生命气息，死寂的诡异。星空某处，一个身背斧头的男子立于星空之上，此人乃是宋长生。宋长生望着前方，目光凝重，可其前方明明是漆黑的星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他那握住背后斧柄的手掌却说明他如临大敌。在其目光所视，距离他极远的星空之中同样站立一人，那是一名身穿白袍的女子。此女双眸空洞，没有眼球，黑发披散落于身后，乍一看如厉鬼一般。而她的左手握着一把剑，剑未出鞘，可那剑柄宋长生见过。神之时代开启之时，世人齐聚，神之时代内有妖物出现，欲大杀四方。一把青铜剑横空出世，将妖物尽数斩杀。当时只见此剑未见其主，而那把剑的剑柄与女子手中的剑柄一模一样。忽然，白袍女子转过头去，望向他处，原本空洞的眼中竟有眼球浮现，眼球为淡蓝色，如寒霜一般，美丽且强大。因为宋长生能感觉到，此刻女子目光穿透这片浩瀚空间，进入真正的修武界。宋长生隐约间也有察觉，只是与女子对峙，他不敢大意。见女子已是望去，他也是望了过去，他的目光同样可穿透这浩瀚空间，进入真正的修武界。他看到了神体天河，平渊上界被金光覆盖，甚至能够无视金光干扰，清晰看到平渊上界世人的惨状。他察觉到金光自地底而来，于是想要看穿地底之物，一探究竟，可却被挡住了。纵使是他也无法看穿。宋长生收回目光，望向女子，看到女子那微微皱起的眉头，他心中平衡了一些。这白袍女子也看不穿平渊上界的地底有着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楚风立于平渊上界地底世界内，一品天神。所有人看着楚风，无论神族亦或鱼族，无一不是目瞪口呆。就在刚刚，楚风师展出雷纹、雷霆铠甲、雷霆羽翼、雷焰，又将天雷九重斩施展到第4斩，原本是叠加逆天战力的攻击手段，但却被楚风转化为修为，硬生生从1品真神提升至9品真神。这便是楚风之前对蛋蛋所说，当他此次突破真神会有的收获。可这手段的弊端便是消耗极大，不是楚风现在能完全掌控的。现在施展不仅会断送修武前程，还多半断送性命。但楚风还是施展出了血脉技，将其修为从9品真神又提升到了1品天神。正常来说，血脉技可以施展，可楚风将修为提升至此，早超出正常范围，血脉早已严重超出负荷。此等情况再以血脉技踏入天神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可楚风没得选，因为小鱼儿他必须救。此刻被楚风斩杀的100万神族之人，虽有鲜血溢出，但却皆化作金光散去。如赵道斌所言，神族之人好像没有本源，甚至没有真正的灵魂，非正常生灵。魂炬可伴随数道声音同时响彻，
神柏那些立于天际的天神兄弟已在捏动法诀，随后神柏散去的金光瞬息消失不见，再度出现之时，已是其众兄弟身前。原本散去的金光瞬间凝聚，不过转眼间便恢复成神柏负伤之前的模样。他竟未死，可那百万真神境的神族之人分明是死透了，只有神柏没事，这让楚风意识到应该是这百位天神之间才有的特殊能力。神柏复活之后模样未变，但神色大变，脸色惨白，甚至浑身颤抖地伸出手去摸了摸他的脖子，显然被吓得不轻。他深知若非身在此地，若非他的兄长们在此，刚刚他就真的死了，被他眼中的蝼蚁杀死。于是他面目狰狞地看向楚风，本神宰了你。话语虽狠，但却并未敢再向楚风靠近，而是指着楚风释放出金光。刹那间，无数道恐怖的金光向天际之上向楚风飞射而来。不仅仅是神柏，他的天神兄长们也有多位出手。轰！可那金光还未靠近楚风，便如同雨滴落在岩石，瞬间飞散，能轻易破开欧阳天族大阵的金光，与楚风面前不堪一击。只是一道威压，便将那金光尽数挡下。这一幕连神族之人都难以置信。倘若先前神柏被一击斩断头颅，可以说是神柏大意的话，那么现在又当如何解释？可下一刻，神族天神都脸色大变。那金光还未散去，楚风的身影却鬼魅一般出现在了他们近前。见此情形，金光再起，竟有金色的神兵出现在他们手中。亮出神兵，神族一直以来以无敌的战力自居，基本不会亮出神兵。可眼下多位神族天神都亮出神兵，金光闪烁间，无数道光刃向楚风劈砍而去。神族百位天神除了神医之外，皆是出手对楚风发动围攻。虚空之上，金光普照，威势滔天，就连神族的真神境高手们也是退到远处，生怕遭受牵连。这让仙海鱼族众人深深地为楚风捏了一把汗。就算楚风踏入天神，可那神族的战力有多恐怖，他们仙海鱼族最为清楚。一个已是极难对付，何况现在是99个。噗噗噗！可忽然鲜血喷溅，无数残肢于空中飞舞。紧接着神族天神惨叫连连。定睛一看，神族天神有的丢了胳膊，有的丢了头颅，有的干脆被拦腰斩断，那都是他们的血。神族99人无一人完好，而楚风却毫发未损。魂炬一声轻喝响起，是神医。他捏动法诀，站在更为远处的天际。他这一开口，本在楚风周围的神族99位天神是化作金光散去，随后便都完好无损的在神医身后出现，但脸上却还保持着痛苦的模样。所有人都如先前的神柏一般，一阵后怕。虽然身体恢复原样，可那种恐惧依然健在。他妈的，我就不信了！神柏满脸不服，咒骂坚手踢神兵，准备再度动手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只手拦住了他，是神医。看到神医，神柏愣住了，全场千万神族之人皆是愣住了，因为神医拦住神柏的手中握着一杆金灿灿的长枪。神医竟亮出了神兵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神医亮出神兵，这可是神族最强之人，让本神来会一会这只蝼蚁。话音落下，神医化作金光，直奔楚风冲击而来，转瞬之间来到楚风近前，枪出如龙，残影漫天，连空间都被强大的力量接连撕碎。神医的速度、力量的确更强，在如此攻势下，楚风也是接连后退，只能不断闪避。哦，神族发出欢呼，这是楚风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压制了楚风。神医守住了他神族的荣耀。噗！可忽然一道火焰光刃自金芒之中飞出，神医整个人面容呆滞，紧接着神族众人更是满脸惊恐。神医手中的神兵长枪在空中飞舞，其双手依旧紧握长枪，可却鲜血喷溅，神医双臂皆被斩断。楚风近距离凝视神医，目光轻蔑，你也不过如此。神医双眼失神，呆呆地望着自己断臂处，自认天下无敌的他竟被人斩断了手臂，这种痛感自其降生以来第一次感受。但更痛的却非双臂，而是内心。被斩断的不仅仅是他的双臂，还有他最引以为傲的自信。透过喷溅的血液，他再看楚风的脸庞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弥漫全身，恐惧，深深的恐惧。他竟也会害怕。唰！可他忽然，楚风消失了，是神柏。眼见神医都不敌楚风，神柏便来到了小鱼儿身前，手掌向小鱼儿抓去，是想用鱼儿来威胁楚风。噗！可就在他即将抓到小鱼儿之际，手掌飞了出去，是楚风出现在了小鱼儿身前，将神柏握住手掌斩断。紧接着楚风又是一刀刺出，插入了神柏的丹田之中。神柏痛的面容扭曲，但却看着楚风狰狞大笑。楚风，来啊，继续来斩本神，用这无效的方式来发泄你那可悲的怒火吧，因为你
根本无法杀死本神。本神不死不灭。果然，此刻那魂炬的声音再度响起，断了双臂的神医回到了其众兄弟身旁，探手一抓，那神兵长枪都落入手中。可很快，他们如同石化一般愣住了。他们惊愕地发现，神柏的身体不仅没有恢复，甚至还在楚风面前，并未回到他们旁边。魂炬，见状，神医亲自发动魂炬来为神柏恢复。可神柏依旧站在楚风面前，丹田处依旧贯穿着楚风的神兵大刀，是手之梦魇。楚风也只是想试一试，所以对用手之梦魇覆盖了神柏，不曾想此法竟真的有效。由此可见，他们这所谓的不死不灭，也只是守护阵法的一种，虽然诡异，但终究是守护阵法。而楚风的手之梦魇专治守护阵法，神柏慌了，他不敢置信，为何就连神医都帮不到他？再度看向楚风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楚风那冷冽的目光让他顿感不妙。刷刷刷，楚风神兵挥动，神柏的身躯便四分五裂。他从出生便是天之骄子，何时受过这种酷刑？于是他的哀嚎响彻，比野猪被宰还要刺耳。这一次，楚风本可杀他，但却没有杀他，而是将神柏的脑袋踩在了脚下。他改主意了，要让神柏亲眼看着他灭了这神族。楚风看向神医等人，这才发现那些自称为神的家伙，虽依旧立于虚空之上，却已彻底丧失了神的威势。在他们的脸上都布满了惊恐之色，丝毫不弱于神柏的惊恐。他们复活的手段无效了，虽不知道原因，但的确是无效了。神柏便是最好的证明，那也便代表着他们也都会死。唰！忽然一道身影向远处飞掠而去，是神医。他故意与楚风拉开了距离。见此情形，其他天神也都飞到远处，全部都与楚风拉开了距离。布阵！神医高喝一声，同时法诀变化，紧接着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笼罩到了楚风与小鱼儿的身上。这一刻，楚风感觉自己的战力被压制了。紧接着一道杀意席卷而至，是神柏的一位兄弟。他趁着神医布阵压制楚风战力之际，来到楚风近前，与楚风一样，竟也是双手都握着神兵大刀，一刀砍向楚风踩着神柏脑袋的腿，是想救神柏；另一刀砍向楚风的丹田，是想破了楚风修为，要楚风的命。可他的刀还未靠近，便都飞了出去，飞出去的不仅是他的刀，还有他的头。楚风只是一刀便要了他的命。魂炬，他的兄弟捏动法诀，还想将他复活，然而他未能复活，化作金色气焰飘散而去。死了，死得彻彻底底，不要贸然动手，随本神布阵。神医大喊一声。见状，神族所有人也都明白了神医的意思，他们要施展他们的底牌了。尽管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用此招来对付一介凡人，但现在来看，此底牌已是不得不用，因为这个楚风确实太变态了。哪怕神医已经压制了他的战力，可他却依旧无敌。于是神族所有族人，无论是天神境、真神境还是半神境，同时捏动法诀。刹那间，天摇地晃，无数金光从天而降，面积从只笼罩楚风周围变成了笼罩这方天地。与此同时，7界圣府的观察大阵内，众位长老神色变化。停止炼化了，是并未打算赶尽杀绝吗？他们发现那原本覆盖平原上界的耀眼金光开始消散，不是消散，而是退去，退回到了地下。不只是7界圣府，很多强大势力都注意到了平原世界的变化，都在观察，只是却没有人知道那金光为何倒退，只有神族之人知晓。他们意识到自身力量无法击败楚风，便动用了神族的阵法之力来布置另外一座大阵，这便是覆盖平原世界的金光退回地下世界的原因。阵法之力不再用来限解，而是全部用来对付楚风。于是不仅压制楚风战力的力量越来越强，大地的颤动也更加明显。很快大地碎裂，竟有一尊尊金灿灿的雕像自大地升起，每尊雕像都高达数万米，丝毫不弱于那尊神祖雕像。这些雕像不仅巨大，且金光闪烁，宛如神奇一般，令人心生不可亵渎之感。而如此雕像竟有1000尊，神医与其他天神分别站在一尊雕像的头顶之上。至于神族其他人，也是都在联手催动剩余雕像。雕像站位有序，宛如一座巨人布下的大阵，将楚风困在当中。此刻神医再度自信满满。楚风，本神承认你有些本领，可到神族撒野，你选错了地方。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何为神的力量。话到此处，神医法诀变化，所有神族之人催动阵法之力，那1000尊金色雕像同时伸出巨大的手掌，对着楚风猛然轰下。滔天威势袭击而来，轰！这一刻不仅仅是压制了楚风的战力，还有极为恐怖的力量从天而降。呼！这股力量之下，就连小鱼儿、护住仙海鱼族人的那蓝色气焰都越发稀薄，迟早挥散而去。但小鱼儿诧异的是，明明天地都已异变，可他却毫无感觉，竟感受不到一丝压力。他抬头望向楚风，他知道他
他会如此安然，定是楚风所为。很快，神医也是神色一僵，阵法已成，楚风的战力不仅被压制，甚至他们通过大阵的力量对楚风发动了攻势。这大阵的攻势远比他们自身的力量还要更强。护住仙海鱼族的蓝色气焰逐渐消散，便是最好的证明。可为何楚风安然无恙？忽然，所有神族之人心脏一颤，他们猛然发现，在楚风的身后出现了虚影，那是一双眼眸，一双金色的眼眸，眼眸睁开，神圣无比。当这双金色眼眸出现之后，就连仙海鱼族那蓝色气焰都停止消散，就连那千尊雕像都暗淡无光。那是什么？他们慌了，因为他们察觉到那并非他们神族的手段。就在此时，楚风将一把神兵插在广场之上，随后解放的手掌对着虚空伸出，其身后的金色眼眸消失不见。可下一刻，那金色的眼眸竟出现在了云端之上，体积增大数万倍，是真正的遮天蔽日。那种感觉如同神灵凝视此地。而此刻，楚风手腕一转，神威虚境，刹那间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，所有金色雕像崩碎瓦解，虚空之上的神族众人更是瞬息之间自高空跌落大地，轻者浑身骨裂，狂吐鲜血，重者化作血水，当场殒命。就连神医与其兄弟也如死狗一般趴在广场之上，面容扭曲，动弹不得。